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都有腰不好的情况，腰疼起来真的是让人受不了。那平时该怎么保养腰部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。先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平躺在上面，双腿并拢伸直，然后将左腿屈膝抬起，尽量的靠近胸部，双手抱住左腿膝盖，要让腰部和臀部有拉伸感。坚持10秒，再换相反的一侧，也是做同样的动作，这样反复练习5分钟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放松腰椎，强腰壮肾。每天坚持做，不仅可以养护腰椎，对保养双腿也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腰不好的人，平时呢还要注意腰部保暖，避免长期久坐和久站。没事多做运动，可以避免腰部受损。那有些人腰疼呢，跟肾虚有关，那就建议大家多养肾了，要改掉不好的习惯，也可以经常的吃点养肾食物，比如山药。山药呢是药食两用的食材，有补肾虚、固肾益精的功效。所以经常的吃点山药，肾脏会更健康，也能够改善由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等。爱熬夜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睡眠对我们呢是非常重要的，长期熬夜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那晚上几点睡觉最好呢？睡前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呢？建议大家22点到23点前睡觉，每天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，这样是最好的。睡前有3件事应该尽量少做，这样有利于健康长寿。第一个，睡前生气。经常带气睡觉，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，还容易伤害肝脏，影响身体的健康。第二个，睡前吃东西。睡前吃太多东西会影响睡眠质量，而且还会增加肠胃负担，这样也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第3个，睡前熬夜。熬夜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不利于身体各个器官的休息，这样时间长了不利于长寿。所以上面这3件事要少做，平时再喝点养生茶，比如蒲公英根、洛神花茶、山楂干、绿茶等等，这些对血管、肝脏、肾脏的健康都有帮助，也能为长寿。睡眠是现在人经常会遇到的，如果长时间睡不好觉，就可能会出现记忆力下降、精神不好的情况，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。那该怎么改善睡眠呢？大家可以试试用百合干煮水喝。百合干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很多人喜欢用它炒菜或者是熬粥。百合入心经，性微寒，有宁心安神、润肺止咳的作用。那经常失眠多梦、半夜总醒的朋友，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将泡过的百合干放入锅中煮3分钟左右，等凉一点就可以喝了。那这样能有效的缓解因压力大或者是心情烦闷所导致的失眠哦，让你睡得香，第2天精神棒棒的。除了百合干，平时也可以喝点桂圆红枣茶、蒲公英根茶，也有镇静安神、有助睡眠的。在繁忙的工作下，很多人都亏待了胃，这样胃呀也会报复你，大大小小的胃部疾病也就找上你了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3种养胃食物。桑葚。桑葚是人们常吃的水果，营养很丰富。桑葚中含有鞣酸、脂肪酸和花青素等营养物质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。胃不好的人经常吃，有养胃护胃、预防胃病的效果。山药。山药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富含维生素和粘性蛋白，有修复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作用，所以喜欢吃山药的人胃也会很好。蒲公英根，别看蒲公英不起眼，养胃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蒲公英有清热解毒、补脾和胃的作用，经常用蒲公英根泡水喝，能保护胃黏膜，改善胃部不适。除了上面这3种食物，陈皮、菠菜、卷心菜等也有养胃的作用哦。木子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胃部有幽门螺杆菌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，胃胀胃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胃胀、胃痛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。因为胃黏膜受损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剧烈疼痛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表现2，口臭。如果不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大家就要注意，很可能是胃部出现了幽门螺杆菌，从而引起胃部疾病，比如胃炎、肠胃炎、胃溃疡等等，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。表现3，经常反酸、食欲不振。如果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很容易造成胃炎、胃溃疡等胃部疾病。
如果胃黏膜受到损伤，那么也容易影响到胃酸的分泌，使人出现反酸、食欲不振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3种症状，就要小心了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少抽烟喝酒，少吃辛辣生冷的东西，还有要注意饮食规律，这样才能保护和改善肠胃健康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现在的人总是吃外卖，在外面大吃大喝的，时间长了胃就开始反抗了，出现胃疼、胃酸、胃胀等情况。那该怎么养胃呢？可以常吃3种食物哦。第一个，胡萝卜。胡萝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纤维素和多种维生素，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。经常吃一点，能帮助保护肠胃健康。第二个，丁香。丁香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能抑制幽门螺杆菌，保护胃黏膜。胃不好的人经常喝点丁香茶，也有养胃健胃、预防胃病的作用。第三个，南瓜。南瓜富含矿物质、钾元素和果胶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功效，很适合胃不好的人吃。除了上面这些，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养胃食物，比如蒲公英根、山楂干、山药、猴头菇等等，大家都可以经常的吃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有膝盖疼的困扰，上个楼梯、走个路都很难受，所以平时要好好的保护膝盖才行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强健膝关节。在地上铺个垫子，将左腿跪立在垫子上，右腿则脚掌踩地，膝盖弯曲，使大腿和地面平行。可以在右腿膝盖下面垫个软垫或者是毛巾，然后用左手抓住左腿，尽量往臀部的方向拉，坚持10秒钟，再换另外一侧做相同的动作，每天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强健膝关节，保护膝盖，坚持练习帮助延缓关节老化。那膝盖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注意少爬楼梯，不要提重物，可以喝一些苦荞茶、洛神花茶，有助疏风散寒、活血化瘀，对保护膝盖也有帮助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的膝盖都出现了问题，膝盖疼的蹲不下去，走路不灵便等。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衰，所以要保护好膝盖。那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自然的站直，双手向胸前伸直，和肩膀一样高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抬起左腿，同时右腿微微弯曲下蹲，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。那再站起来，这样一蹲一站20下，再换另外一侧，也是做20下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锻炼膝盖，强健膝关节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膝盖会越来越好。如果膝盖有损伤的，建议就不要做了。除了这个方法外，没事的时候呢，还可以用手按揉膝盖，这样能疏通经络，调节气血，养护腿骨。还可以用苦荞、蒲公英根泡水喝，能让血液畅通，对膝盖也好。膝盖疼痛、膝关节受损，对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连走路都不敢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帮助改善膝关节损伤。首先找一把比臀部稍微低一点的椅子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双脚交叉，重心向前移，靠大腿和小腿的力量慢慢的往起站。注意身体的重量不要都压在腿上，不然容易伤害到膝盖。这样起来5秒后再慢慢坐下，这样反复做20次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大小腿的力量，促进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，修复膝关节，对改善膝盖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，要多坚持运动才会有效果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还可以适当的拉伸一下腿部，以免给膝盖造成损伤。膝关节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避免长时间走路，注意膝盖的保暖，还有控制好体重，这样对保护膝盖才有帮助。不知道上面这个小方法你学会了？大家洗澡的时候肯定都有搓澡的习惯，而搓澡时身上会搓下一些泥，那你知道这些泥是什么吗？其实这些泥主要是油脂、皮屑、衣服纤维、汗以及灰尘。大家搓澡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太频繁或者是太用力，不然会损伤皮肤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除了这个，冬天洗澡还要牢记2件事。第一个，不要洗澡太久。冬天天气冷，通常浴室的门窗都是关着的，如果洗澡太久，很容易导致缺氧，出现浑身无力、头晕的情况，
所以大约洗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第二个，要擦干身体。很多人啊，洗完澡喜欢让身体自然干，因为冬天呢比较冷，这样很容易让寒气和湿气入侵身体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洗完澡要擦干身体才行哦。如果呀体内有湿气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豆薏米茶和陈皮水，有助去湿气。好啦，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